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明。今天聊一部冷门新剧，烧脑悬疑题材，每集结尾都有一个高能，让人欲罢不能。极地暗杀。话说南极即将迎来冬季极夜，而今天就是最后一个白天。基地里举行了烧烤聚会，大家尽情狂欢。约翰和妻子艾妮卡同是这个基地的工作人员，而接下来基地只留下10个人看守，剩下的人将乘坐最后一班飞机回到文明世界。狂欢过后，约翰和艾妮卡在冰天雪地里拥吻告别。等约翰一群人离开之后，极夜的冬季正式降临。艾妮卡等人一起坐在基地的大厅里观看凶杀电影，电影十分血腥，医生梅基受不了这种电影，同事告诉他这是基地的传统，每当基地进入极夜的第一天都要看这种电影。梅基起身来到了基地外，看见一只落单的海豹，他想要帮助海豹，可是同事来到身边告诉他，根据规定我们不能帮助任何的野生动物。无奈的梅基只好返回自己的房间睡觉。6个月之后，极夜终于过去了，但极昼的夏天也再次降临。约翰带着一群人乘坐飞机来到基地，他们失去基地联系已经3周了。来到基地，约翰带着大家破开被积雪封盖的大门，进入基地，却只见到基地内是一片狼藉的景象，遍地的尘土，桌椅也是东倒西歪，丝毫看不出有人居住过的迹象。约翰几个人连忙到处查看，他们先是在墙壁上发现了血迹，随后又是发现了子弹的弹孔，而后面转角的小屋子发现了一具尸体。约翰正在查看，这时却接到了通报的呼叫。约翰赶紧来到机房，大家都等在这里。约翰看到一辆被大火烧毁的雪地车，而另一辆雪地车却不见踪影。在角落里躺着一具被烧焦的尸体，经过医生米克的检查，估计死者是女性，因为面目全非，已经无法判断到底是谁了。约翰十分担心自己的爱人艾妮卡，他让直升飞机驾驶员去寻找下辆雪地车的下落。而这时大家也展开了全面的搜索。在厨房的门前，约翰等人发现了门是从里面反锁的，估计里面可能有人。约翰不顾一切地撞开厨房门，进入厨房中，几个人听到柜子中有动静，赶紧小心翼翼打开柜子，却只见梅基手上握着小刀，脸上全是伤痕，惊恐地看着约翰等人，显然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。约翰慢慢地安抚梅基，让他放下小刀，而后约翰等人又找到了7具尸体，很明显凶手就是失踪的艾妮卡和亚瑟之间。约翰等人搜查了一遍基地后，赶紧报警，警察让他们不要乱动现场，48小时之后他们就可以赶到。可约翰为了找艾妮卡，根本等不了那么久，他迫不及待地找到梅基，询问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陷入恐慌中的梅基，在约翰的追问和逼迫下，只得展开了回忆。故事还要从那一夜开始。那天几位美女在同事的簇拥下，展开了从室内几十度到室外零下几十度温差的裸奔比赛。比赛一开始，几位美女穿着比基尼，疯狂地从屋子里跑出来，下楼冲向室外的冰天雪地。比赛结束后，大家回到大厅庆祝。此时不知道因为什么，尼尔斯和拉蒙突然大打出手，艾瑞克等人赶紧拉开两人。梅基在给尼尔斯检查的时候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可是尼尔斯却语无伦次地说，因为他洗澡的时候，拉蒙总是在门口提醒他时间快到了，时间到了，搞得他十分烦躁。这边小丘独自一人来到基地外，他把那只已经死去的海豹埋葬了。此时看见麦克斯远远走去，他也没有过多的在意。该吃饭了，大家聚在一起，小丘和梅基说了关于海豹的事情，梅基还打算说他违反了规定。艾瑞克却发现迈尔斯不见了。艾瑞克询问大家有谁看见迈尔斯了，小丘回忆说刚才看到了。随后大家赶紧出去寻找迈尔斯。在基地外，艾瑞克几人发现地上的血迹，几人循着血迹找下去，发现迈尔斯背对着大家跪在雪地上一动不动。艾瑞克等人大声地呼喊他，但也不见他的回应。几人小心翼翼地靠近他，艾瑞克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突然迈尔斯的头瞬间掉了下来，滚落在雪地上。这下子吓得艾瑞克几人魂不守舍。几人回到屋子里，大家询问出去寻找的情况，几人呆呆的一句话也不说。艾瑞克使用卫星电话想要赶紧报警，但却发现根本连接不上卫星。其他人焦急的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并且询问卫星设备应该可以修好吧。可这时有人说修卫星是迈尔斯的工作，可是迈尔斯被杀了。这下子大家顿时陷入了恐慌之中，凶手想干什么？凶手到底是谁？医务室里，梅基突然情绪不稳，约翰只能赶紧离开，让医生米克来照顾他。思念爱人的约翰来到艾妮卡的房间，在房间里他发现了艾妮卡写下的纸片，纸片已经被撕碎了。约翰拼起来一看，上面写着自己犯了错，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，对不起亲爱的约翰。这下约翰心里一惊，到底艾妮卡是不是凶手？此时他又在何方呢？我们下集接着看。我是小明，我们下集再见。